结婚2年，我与老公陈满一直恩爱有加，但因一直没要孩子，婆婆对我总是怨声载道。老公对我再好，在婆婆面前也是老鼠见到猫吓得不敢吭声。每次被婆婆训，老公也只是傻笑着说让我忍忍就好，不要太过计较。但是同在一个屋檐下，我真的满肚子委屈无处说。我只想跟老公每天发泄情绪，但是最近老公变得早出晚归，每次回来都累得没说几句话就睡着了。突然老公手机来了一条信息：老公，你什么时候离婚呢？明天早上我想吃海鲜粥，是肚子里的宝宝想吃呢。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看完信息我直接懵了，难以置信地看向熟睡的老公，我的老公出轨了？不可能，肯定是发错信息了。放下老公的手机，我还是焦虑的彻夜未眠，睁眼直到天亮。早上天刚亮，老公就出门了，我偷偷跟在后面，老公一脸开心地提着海鲜粥进了一个公寓楼。门还没关好，就看到一个身怀6甲的女人挽着我老公撒娇：老公，我都想你了，你怎么才来？老公立刻眉开眼笑地搂着这个女人：宝贝，我这不是来了吗？还带了你最爱的海鲜粥。老公最好了。说着怀孕女人就一脸娇羞地靠在了我老公怀里。我看着你侬我侬的2个人，直接冲了进去。我哭着质问：陈满，你还是不是人？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小三却镇定自若地说：老公，这就是你家那位母老虎啊，吓人家一跳。老公被我的气急败坏的样子吓到，但是转瞬间就反过来质问我：你在这发什么神经？吓到兰兰肚子里的孩子，我跟你没完。老公的话如晴天霹雳，让我愣在原地。早上出门前还对我如此温柔的老公，现在竟变得如此陌生。老公的冷漠让我瞬间崩溃，我发狂似的想去撕扯小三，还没碰到小三，就被老公一记耳光打得直接摔倒在地。发疯回家发，别在这吓到兰兰，滚！老公一脸嫌恶地看着我，我捂着发烫的脸，哭着跑回家。妈，你给我做主，陈满出轨了，小三还怀孕了。我边哭边说。婆婆竟然淡定地说：我知道，是兰兰吗？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婆婆：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陈满出轨的事？婆婆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完全沉浸在即将当奶奶的喜悦中。兰兰的肚子就是争气，一次就怀上我们老陈家的种，不像某些人，就是个不下蛋的鸡，2年了，肚子没点动静。婆婆变脸似的有喜转怒地看着我说：结婚后，我一直调理身体，想要个孩子，老公也很配合。但是看了好多医生，都说我身体没事，就是气血比较虚，需要慢慢调理。老公从来没有因为我要不上孩子而嫌弃我，对我一直呵护备至。如今，老公竟背着我跟别的女人生孩子。我哭着反驳婆婆：妈，我才是您的儿媳妇，你就这么放任你儿子这么不知羞耻吗？我话还没说完，老公就带着挺着孕肚的兰兰大摇大摆地进来了。你说谁不知羞耻？你算什么东西？怎么敢跟我妈这么说话？老公恶狠狠地看着我说。兰兰顺势添油加醋地说：就是嘛，大喊大叫像什么样子？看把阿姨吓得，太不尊重长辈了。婆婆一脸开心地扶过兰兰说：看人家兰兰多懂事，你好好学学。我又崩溃又无助地愣在原地，想说又不知道我能说什么。眼前的婆婆、老公跟小三俨然幸福的一家人，我倒像是一个外人，
看着他们幸福的样子，真是可笑至极。我不想看到眼前这令人恶心的画面，就躲进卧室。我趴在床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做？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我在卧室伤心欲绝，老公却跟小三温馨地讨论宝宝的事。就这样，兰兰搬进了我跟老公的家，我却完全没有话语权，只能看着老公跟兰兰恩恩爱爱。我爸因为身体不好，需要靠进口药物养着。我只是普通上班族，经济有限，一直以来都是老公负担着我爸的天价医药费。就算老公出轨，我却只能守着，不敢离婚，也没有底气离婚。婆婆则巴不得赶紧将我赶出家门，好让兰兰进门。但是碍于自己儿子是公司高层，不能有半点污点，否则就会影响他儿子接下来的升迁。离婚二字在这个家没人提。接下来的日子，我顺理成章成了这个家的免费保姆。婆婆处处看我碍眼，我稍微反驳一句，婆婆就拿我爸医药费威胁我。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婆婆一脸嫌弃地看着我，这个家不养闲人，我儿子不仅养着你，还养着你那个药罐子爸。从今天起，你就照顾兰兰的生活起居，兰兰的身子很是娇贵，你给我好好照顾，若有半点差池，就让我儿子停了你爸的医药费。我闷不吭声地流着眼泪。婆婆瞟见我哭，骂骂咧咧，真晦气，赶紧去把衣服洗了。我边哭边洗衣服。我上辈子是不是造孽了，所以才受到这种惩罚？当我还沉浸在伤心难过中时，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你爸病危了，麻烦速来医院一趟。医院护士焦急地说完挂断了电话。我顾不上满手泡沫的邋遢样，跑出家门，打车去了医院。婆婆跟兰兰坐在沙发，正有说有笑地看着电视。看我着急忙慌地跑出去，气愤地大喊：催命啊！跑这么快干什么去？我根本无暇顾及婆婆的愤怒。来到医院，我来回踱步地等在病房外。医生出来生气地说：你这个女儿怎么当的？你父亲的药不能停，好在这是在医院抢救的及时，不然就有生命危险了。我被医生训斥的连连点头道歉：对不起，是我的疏忽。不用跟我道歉，照顾好你父亲吧。医生说完叹了一声气就走了。我看着一脸苍白的爸爸，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不敢出声，我怕爸爸听到。过了一会，我爸醒了，看到我露出了笑容。闺女，爸没事，别难过。爸爸艰难地维持着笑容说。我将自己不多的私房钱给爸爸交上医药费，却只是杯水车薪，只够我爸1周的用药。等我妈来后，我收起了难过的情绪。妈妈还是看出我的不对劲，问我：闺女，你瘦了，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我装出撒娇的样子：妈，没有啦，我天天就是吃喝玩乐，哪有什么烦心事？陈满都把我养胖了，也就老妈你说我瘦。我妈看我笑呵呵，才安心地点了点头。刚出病房，我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我魂不守舍地回到了家，脑子里全是我爸躺在病床上那苍白的脸跟日渐消瘦的身体。婆婆见我回到家，一脸怨气地说：怎么，你爹死了，哭丧个脸给谁看呢？饭都不做，想造反呢？没等婆婆骂完，我就气愤地大声哭喊道：你给我闭嘴！婆婆被我的喊叫声吓得一声不吭。兰兰却坐不住了，一脸女主人的姿态训斥说：你才闭嘴，真是没点规矩，还不赶紧跟阿姨道歉。婆婆看着兰兰一脸满意地说：兰兰，还是你最会心疼我。你个贱人，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婆婆咬牙切齿地说。我看着婆婆前后反差极大的两副面孔，放声大哭了起来。婆婆跟兰兰见状，直接吓了一跳，怕被邻居听到，婆婆赶忙假惺惺地开始安慰我的情绪。我也及时收敛了我的崩溃情绪，回到房间，一直没再出来。一直到晚上，老公回来了。兰兰本来想跟我老公告状，我今天有多么的不尊重婆婆，说话有多么的难听。老公却异常严肃地说：“兰兰，你回房间早点休息，我有事跟我老婆说。”兰兰刚冒出口的话又吞了回去，然后气呼呼地回了房间。婆婆看形势不对，一声不吭地躲进了自己房间。老公蹑手蹑脚推门进来，我冷漠地看了一眼老公，接着就将头转到一边。我不想看到老公这张脸，一看到就会让我想起他曾对我的冷漠跟对小三的柔情。老公见我毫无反应，本来温柔的眼神再次变得冰冷至极。我因为工作太忙，忘记你爸的事，下次不会再忘记了。老公冷淡地说。异常安静的我一下就崩溃了。陈满，你差点要了我爸的命，你知道吗？平时你怎么对我，我都可以忍受，但是这是我爸。当初我爸要不是为了救你，怎么会患这个重病？你难道忘了吗？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老公被我的话说得沉默地低下了头。老公走到我身边，将我温柔地抱在怀里。我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瞬间决堤，我在老公怀里呜呜哭了起来。这时，兰兰正咬牙切齿地站在门口看着。当晚，老公睡在我的屋里，没有陪兰兰，任凭兰兰在房间故意制造各种摔打的声音，我老公都没有去兰兰房间。老公只是嘱咐婆婆，今晚照顾好兰兰。看着家里鸡飞狗跳的样子，我压下了上翘的嘴角。我心平气和地说：“老公，反正我的身体不好，要孩子，如果不能给你生下一儿半女，我也是愧对你们老陈家了。既然你跟兰兰木已成舟，兰兰也怀着你的孩子，我就当自己的孩子罢了，就不计较了。”老公被我的善解人意一下就感动了。老婆，谢谢你这么理解我。老公说完，再次将我拥入怀中。当晚，我跟老公仿佛新婚燕尔。房间隔音不好，稍微有点声音就会听得一清二楚，这下可把隔壁的兰兰给气炸了。老公对我态度的转变，让平时对我很是不满的婆婆也是收敛了几分。但是兰兰对我却从开始的惺惺作态直接转变成厌恶至极。老公因为兰兰怀着他的孩子也不敢说什么，只能任凭兰兰的胡作非为。这就受不了了，还早着呢，你们一个都跑不了。我本是真心的接受兰兰了，想要好好照顾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但是兰兰并不领情，还处处跟我作对，挑我毛病。为了这个家，我也是一再忍让。兰兰就是看不惯我在这个家，一心只想将我赶出这个家。今天婆婆不在家，只有我跟兰兰在家。家里异常安静，我打扫着卫生，兰兰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估摸着马上6点，老公跟婆婆也快回来了，我得赶紧做饭。我想着兰兰怀孕，胃口也是多变，就去问兰兰想吃点什么。兰兰，我现在要去做饭了，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兰兰突然温柔地说：“姐，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兰兰大变的性情令我一阵寒战，不过一想，或许是被我真心实意打动了，转变了性子。我没在意，转身走进厨房做饭去了。突然，客厅传来兰兰的喊叫声。我听到声音，赶忙跑到客厅，看到兰兰正半躺在地上，捂着肚子喊叫着：“我肚子疼，我肚子疼，疼死我了！”
我立马跑过去扶起兰兰。这时，婆婆跟老公刚好开门进来，我刚想开口说话，却被大喊大叫的兰兰噎回去了。姐，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求你放过我的孩子好不好？老公，快救救我们的孩子，我肚子好痛。说完，兰兰顺势就昏了过去。我一脸疑问焦急地看向老公跟婆婆，我什么都没做，我看到兰兰跌倒过来扶她的。没等我说完，老公一脚将我踹到一边，一脸愤怒地看着我，那个眼神仿佛要将我千刀万剐似的。你最好保佑兰兰肚子里的孩子没事，不然我不会轻饶了你。说完，老公抱起兰兰就直奔医院。婆婆甩给我一个白眼，一路跟在老公身后也去了医院。此时，空旷的客厅只剩我跌坐在地上，老公踹得我肚子隐隐作痛，但是身上的痛也比不上心里的痛。老公冰冷的眼神跟言语好似一把利剑刺进我的心脏。我愣了许久，但还是吃力地爬起来赶去了医院。老公跟婆婆在急诊室门口焦急地来回走，看到我来了，纷纷投来异常嫌恶的表情。我站在角落，也在焦急地等待着，双手紧握，期盼着兰兰的孩子千万不要有事。好在兰兰跟孩子都无大碍，只是受到轻微惊吓。医生生气地嘱咐道：“你们怎么照顾孕妇的？怎么能让她摔跤呢？好在送来的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医生的话令老公对我更是愤怒不已，当着医生的面就对我一顿谩骂，完全不顾及我的脸面。随后，老公跟婆婆就一股脑围到兰兰病床前，各种嘘寒问暖的关心。婆婆那么温柔体贴的模样，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心里也是隐隐作痛，本来我也可以享受到老公跟婆婆对我的呵护疼爱，只可惜怪我肚子不争气。我跟老公刚刚缓和的关系又变得破碎不堪。兰兰在医院静养了几天就回家了。我在家提前炖好补品，想着兰兰回来好好给她补补身子。我一脸热情地迎接刚到家的兰兰。我刚想上前扶兰兰，却被老公一把推到一边，我一个踉跄差点跌倒。老公冷漠地说：“从今天起你只需洗洗衣服，打扫卫生，兰兰不用你照顾了。”我又雇了专业的保姆照顾兰兰的生活起居，兰兰又恢复了平时那般骄纵蛮横的样子，但也只是在我面前这样。只要婆婆跟老公在家，兰兰就是一副人畜无害的可怜小白兔模样。这次兰兰跌倒明明与我无关，但是她竟说是我推倒了她。我内心很是委屈。难道兰兰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把我从这个家赶出去吗？接下来的几天，家里还算风平浪静。每天早上我都会按时出门去市场采购新鲜的蔬菜水果，因为兰兰说她不能吃不新鲜的水果蔬菜，必须吃当天新买的蔬菜，水果必须是进口商店里的水果才可以，不然肚子就会不舒服。这样算下来，每天兰兰在吃时的消费就是好几百块钱，比我爸的医药费还要多。老公却眼睛不眨地宠溺着兰兰，我们兰兰可是怀着我们老陈家的亲骨肉，吃穿用度必须是最好的。兰兰，不要怕花钱，只要是对肚子里的孩子好的，再贵都是值得的。兰兰一听我老公这么说，瞬间心花怒放，靠在我老公怀里一阵撒娇卖萌。我在大肚看到别的女人靠在我老公怀里，心里也是满满的酸楚感。一切还是我太傻，遭到坏人算计不自知。一大早，我收拾好刚要出门买菜，却听到兰兰卧室传来说话的声音。我心想，兰兰一直都是睡到快中午才起的，今天怎么起来这么早？是不是不舒服？
我刚想过去敲门询问兰兰的状况，却听到了令我震惊的事。原来兰兰的跌倒是她自演自导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老公对我产生芥蒂，长久下来磨灭我跟老公之间的感情，然后将我扫地出门。医院里的那个妇科医生是兰兰的表姐，也是跟兰兰提前串通好，才上演了医院那出戏。其实她一点也没事。这时兰兰看到门没关好，起身过来关门。我赶紧蹑手蹑脚地出门继续买菜去。我魂不守舍地走在去市场的路上，边走边想，这个兰兰并没有那么简单。以后我得躲着点兰兰这个女人，不知道哪天又给我来一出陷害的戏码。我继续像往常一样买菜打扫家务，尽可能的不出现在兰兰的面前。兰兰看也没有什么机会继续找我麻烦，也就消停了下来。就这样，我继续像个仆人似的伺候着兰兰跟老公还有婆婆一家的生活。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难道为了老公的孩子，我就这样忍气吞声过下去吗？本以为我真的认为自己会软弱到任兰兰跟老公一家的随意欺辱，但是一件事让我彻底清醒。兰兰的怀孕让不安分的老公再次将魔爪伸向了我。半夜就在兰兰睡着后，老公偷偷钻进我的卧室，对正在熟睡的我下手了。起初我是奋力反抗，但还是拗不过老公的力气大。就这样，我被老公强迫了。事后我哭着骂老公怎么可以这样，老公则厚脸皮地说他跟兰兰就是逢场作戏，一切就是为了孩子。等兰兰孩子一生下来，就跟兰兰断了关系，继续跟我好好过日子。看到老公如此真诚地说，我竟真的信以为真。或许就是孩子才让老公无奈之下背叛了我。我心里开始慢慢原谅老公的所作所为。兰兰即将临产，我还是像往常一样照顾着兰兰的一切。此时我刚做完饭，一闻到刚出锅的鱼汤，当即就恶心地跑到厕所哇哇吐了起来。我想着自己也没乱吃什么东西，怎么突然吐了？婆婆看到我的反应，眼神一下变得有些不对劲，但是也没说什么，只是说了一句晦气，就继续吃饭去了。我也就真的以为是肠胃出现了问题，也就没太在意。但是一整天都被各种奇怪味道搞得恶心想吐。无奈之下，我就自己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拿着检查报告，一脸平静地说：“你没什么肠胃病，只是怀孕了，自己多注意就好了。”医生的话让我直接愣住。我怀孕了？怎么可能？我记得我是不能生的。我难以置信地不断询问医生。医生耐心地跟我解释说，只是我为了怀孕太过紧张造成的，迟迟没有怀上孩子。只要放松心情，孩子自然就来了。听了医生的解释，我才真的相信自己是真的怀孕了。我激动的怀孕检查单，心想，老公跟婆婆要是知道我怀孕了，肯定高兴坏了。我兴奋地想赶紧回家跟老公婆婆分享这件喜事。我刚到家门口，看到防盗门没有关上，想着应该是老公下班回来了。我刚想推门进去，就听到婆婆说话：“儿子，我发现你媳妇一整天都不太对劲，一个劲的恶心，是不是怀孕了？”我心想，还是婆婆有经验。我开心的想看婆婆跟老公会怎么高兴。没想到老公竟说：“不可能，她就是一个不会下蛋的鸡，就算怀孕，我也不会让她生下来。我心里只认兰兰肚子里的孩子。”婆婆则埋怨地说：“你给我管好自己，兰兰现在才是我们家的媳妇，你这个破媳妇就是生，我也给她要死。”听完婆婆跟老公的话，我恐惧地捂着嘴，全身麻木的不敢动，生怕我的动静让婆婆跟老公听到。
我怎么也没想到啊，他们并不是因为我不能生而嫌弃我，他们就是对我这个人嫌恶。我这么一心一意地对待老公跟婆婆，没想到换来的竟是这么无情的对待。我不能这么回家，当即我蹑手蹑脚地离开，我跑到没人的地方闷声哭了起来。本想着回家跟老公婆婆分享我怀孕的喜悦，没想到他们竟盘算着怎么将我的孩子杀死。我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怀孕的事，我要保护好我肚子里的孩子。我擦掉眼泪，努力让自己情绪恢复平静，随即我将我怀孕的检查单撕碎扔进了下水道。我抚摸着肚子，心里不断告诉宝宝，我会保护好你。没一会，我顺便买好菜回到了家。我刚进家门就被婆婆一顿责骂，说我买菜都这么磨磨唧唧，真是废物一个。放到平时，我或许还会伤心的道歉赔不是，现在我已经看透了婆婆跟老公的丑恶嘴脸，我不会伤心难过。我不仅不会难过，我还要婆婆跟老公还有兰兰付出双倍的代价。我要在我显肚子之前，将我受到的屈辱一一讨回来。或许我肚子里的宝宝也在帮我，我不再出现怀孕恶心难受的反应，这也就打消了婆婆对我怀孕的猜疑，就信了我只是肠胃不好的借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要想办法搜集陈满跟小三婚内出轨的证据，这样我才能保护好我跟肚子里的孩子。我知道陈满是个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小三就算怀孕，他也没怎么消停，想着反正小三快生了，就是弄几次也不会伤到孩子，就算真有什么反应，直接拉去医院生了。我的任劳任怨让陈满对我很是放心，根本不会想到我会算计报复他。这天小三吵着要出去吃火锅，这个火锅店开车都要半个多小时才能到，陈满跟他妈妈就很依着小三，就算是龙肉恨不得也给小三搞来吃。他们出去吃饭肯定不会带着我的，不过我也不稀罕。他们出去吃饭，我正好有机会好好安排我计划好的一切。我用私房钱从网上购买的隐蔽摄像头今天刚好到货了，我按照说明将摄像头安装到了小三跟陈满的卧室，并将卧室摆设恢复原样，防止小三发现什么异常。为了防止陈满妈妈回来挑刺找我麻烦，我将家里提前收拾好了，随即就回到房间刷手机去。我看着手机里清晰的画面，嘴角露出满意的微笑。没一会，小三跟陈满一家酒足饭饱后回来了，他们还好心的给我打包了剩菜。我看着令人毫无食欲的剩菜，直接扔到了垃圾桶里。不出所料，陈满喝酒了，没一会就钻进了小三的卧室，不用想也知道他想干啥了。陈满的妈妈也早早进来自己房间。我回到自己房间，看着手机里陈满那迫不及待的模样，躺在床上后抱着小三就开始动作。我一脸玩味地看着手机里的俩人，毫无醋意，只剩满眼的嫌弃跟恶心。将陈满跟小三出轨的证据录屏以后，我就关掉了手机，将房间门反锁后就放心地去睡觉了。从此时开始，我要保护好自己，不会再让陈满招惹到我。隔天我做好饭后，就借口出去买菜就出门了。我提前联系了一个我认识的律师，他曾经也是一个面临婚姻的背叛险些轻生的男人，叫刘畅。是我无意看到他的直播，感觉这个人状态不太对，就一直关注。没想到刘畅真的有轻生的念头，我怕他真的想不开，也是每天开导关注他，最后他也是走出婚姻的阴影，并靠自己的努力考上自己梦寐以求的律师从业证。没想到我会跟刘畅再次有了交集，只不过这次是让他帮我打离婚官司。
刘畅听了我婚姻里的遭遇，对我很是心疼，没想到我会遭受这种事情，他决定免费为我讨回公道。我被刘畅的行为所感动，但是就事论事，我不会让他吃亏白干活的。我将手里陈满跟小三婚内出轨的视频交给了刘畅，刘畅看过后只是叹息。我一脸疑问地问刘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刘畅告诉我，私自偷拍的出轨证据在法庭上是不被认可的，还是需要正规渠道得来的证据才可以。刘畅看我不太懂的样子，就跟我说了一个办法。他打过挺多离婚官司，很多女人因为不懂法律就胡乱来，最后都是落个净身出户，只能伤心地看着男方跟小三逍遥法外。我听了刘畅给我出的主意，心里也就有了主意。我跟刘畅简单聊过之后，就赶紧去超市买了菜跟水果回家了。此时陈满的妈妈正收拾着衣服，骂骂咧咧地说，自己老家的房子被大雨冲塌了，要回家一趟。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陈满妈妈临走不忘各种嘱咐，让我好好照顾陈满跟小三，要是出什么差池，就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卑微的连连答应，内心则很是感谢她的离开。陈满妈妈走后，陈满跟小三也是开始肆意妄为，不怎么吃我做的饭，总是叫外卖，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为了收拾，也是把我累得不轻。这天陈满将我打发出门，随后喊朋友来家里，高兴地小酌了几杯。不在家里，我反倒清静，我在附近宾馆好好休息一下。我看着手机里陈满跟朋友喝得醉醺醺的模样，知道又是一个不眠夜了。既然陈满这么高兴，我就再送你们一件大礼。我掐准时间，陈满的朋友陆续离开了，陈满跟小三也是情不自禁的又开始了。我看着怀孕小三，不禁唏嘘，还真是物以类聚啊。我赶紧收拾了一下，打电话将刘畅叫来，借口自己钥匙忘在家里，就找了开锁公司，怕保安不放心，还特意找了警察帮我作证。开锁师傅小心翼翼地将门锁打开了，此时房间里的陈满跟小三被开锁的声音吓了一跳，以为小偷进门了，一片凌乱的就跑出卧室。此时警察跟开锁师傅看到这幕，就明白了是什么事情。警察问我家里这不是有人，为什么不敲门？我说我不知道。然后警察开始盘问陈满跟小三的关系，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可能是陈满找的。警察又问我跟陈满什么关系，我说我跟他是夫妻。这下把陈满给急得不轻，一个劲跟警察解释自己没有，说小三是他老婆。警察被陈满的胡言乱语说得一头雾水，随即我们就都被警察带走了。但是楼上的邻居都在看我们，陈满跟小三感觉丢脸的不行，我则很是高兴。来到派出所，警察给我们做了笔录，陈满跟小三哪敢为了掩盖出轨的事而说是金钱交易，赶紧说了他们的关系。而我并不是为了将他们弄进派出所惩罚，我想要的是警察给我做的合法证据。隔天警察才将我们放走。我并没有回家，我知道我回去肯定会被陈满跟小三折磨，我早就收拾了行李搬到了宾馆。小三在家发疯似的想要陈满弄死我，他们这对狗男女还没遭到报应，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死的。我向陈满起诉离婚了，这是我结婚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为自己做的事。当时陈满跟他妈妈在法庭上被刘畅跟我提供的证据弄得哑口不言，连陈满花高价请的律师都无能无力，甚至劝说陈满赶紧放弃，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陈满的妈妈哪里肯让我得到便宜，直接在法庭上就大吵大闹起来，甚至想要过来掐死我。
当即陈满的妈妈就被警察控制了起来。陈满则一脸无奈地瘫坐在法庭上，小三也哭得大骂陈满就是个窝囊废。就这样，我跟陈满闹剧般的婚姻结束了。我得到了陈满房子的一半，还有夫妻共同资产80万的一半。车子是婚前陈满买的，我懒得要。我不会说是让陈满净身出户，我想要的是得到我应得的，并体面地离开陈满这一家吸血鬼的纠缠。没过几个月，小三生了，是个儿子。陈满跟他妈妈很是高兴，但是小三男朋友找上门，他们带着孩子拿走了陈满的钱，偷偷离开了医院。原来小三怀的不是陈满的孩子，而是她男朋友的孩子。一直以来，小三不过就是把陈满当作摇钱树，不断骗陈满的钱。其实小三早就跟她男友用着陈满的钱，在老家购买了房子，安置了家。陈满不过是替别人养了孩子，还在开心地以为自己要当爸爸了。想想此时的陈满真是又可笑又可怜。跟陈满离婚以后，我才将我跟陈满离婚的事情告诉了他们。我爸妈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宝贝闺女竟遭受这种非人的待遇，爸妈对我愧疚地哭了起来。但是我并没有很难过，我庆幸自己离开了陈满。我还将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爸妈，他们没有觉得因为我怀孕而觉得是个累赘，反而高兴地接受，并说会好好养着我跟孩子，就算我以后不再婚也没事，只希望我能开心的生活。爸妈的开通让我一下哭了出来，他们为我操劳了一辈子，老了还要为我操心，我心里很是心疼。我也儿感谢爸妈如此理解我。我用我离婚后得到的钱给爸妈换了一套大房子，等我孩子出生就会变得拥挤，这样换了房子住在一起也比较方便。没过多久，我的肚子开始显怀了。不知道陈满跟他妈妈怎么知道我怀孕的事，直接找上我家。陈满的妈妈厚脸皮地找我，让我不计前嫌跟陈满复婚，还说我已经怀了陈满的孩子，为了给孩子一个健全的家，还是复婚比较好。我听着陈满慢慢的各种劝说，一句也没听进去。我现在脑子里只记得陈满跟他妈妈怎么狠心地说要将我的孩子杀死之类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跟陈满复婚的。就这样，陈满跟他妈妈总是隔三差五在我爸妈家闹，但是都被我爸妈报警赶走了。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我生下我的女儿。当陈满妈妈知道我生的是女儿后，就再也没上门闹过。听医院的护士说，听说我生下的是个女儿，当时连孩子面都没看，就急匆匆地离开了。护士们在护士站还小声议论，说我生的时候，门口一个老太太在那一个劲地说生儿子生儿子，当时听说是个女孩，直接啐了一口，说生个赔钱货，接着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对于这样的话，我并没有觉得吃惊，这是陈满妈妈说出来的话。我懒得去理那些无所谓的事，此时我温柔地看着我的女儿，心里感动地流下泪水。我感谢我的女儿选择我当她的妈妈，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她，我不会在乎她以后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我只希望我的女儿一辈子平安健康快乐就好。转眼间，我的女儿2岁了，为了给我女儿更好的陪伴，我并没有上班，而是开了一家网店，每天就在家上班，也不耽误陪伴我的女儿。就算我离婚了，我的女儿也没有缺失任何的父爱。在我生下女儿以后，刘畅整日往我家跑，给孩子买了各种衣服玩具。我看着一堆我的女儿还用不到的衣服跟玩具，直接乐了。就这样，刘畅一直陪伴着我跟女儿2年。就在女儿2岁生日的时候，我跟刘畅领证结婚了。我们现在很幸福，
女儿也很喜欢刘畅当她的爸爸，甚至一直当刘畅就是亲爸。第一段婚姻的失败让我看透了很多事情，感情不是一个人的付出，只有两个人双向奔赴才会幸福。我不会再委曲求全了，只有好好爱自己，才会赢得别人的爱。希望每一个在婚姻里迷惘的人都能坚强地找到自己的立场，绝对不要一味妥协，要努力做真正的自己。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